3天没吃东西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不被咬死也得饿死。滚开！粮食，只要能找到1袋粮食。这是大米，真的是大米，我有粮食了。这小子能凭空变出粮食，把米交出来，我们留你一条命。动手！这个人，我要。烽火佣兵团的战灵霜。战团长，这个粮仓，我慕容家也想要。慕容雪，你那点冰系异能，吓唬得了谁？试试。别急着走啊，顾先生。你又是谁？我叫柳清寒，跟我走，保证你不会再挨饿。可恶，让柳清寒捡了个便宜。累了就歇会儿。不用，你抓我来，不就是为了这个？至少我不会让你饿肚子。你注意到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让人化验了你的异能残留物，每产出1斤粮食，你的细胞衰老速度就加快1天。按现在的产出速度，你最多还能活1个月。你是在利用我？因为我也有过快饿死的日子。你要去哪儿？他们来抢你了，出去给他们制造点麻烦。交出顾荒，今天的事就算了。交出他，让他被你们榨干。轮不到你来教训我们。你们谁先抢到我，我就跟谁走。只有一句话，能不能保证不再让他靠近我？成交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已经后悔了，后悔信过你。你敢偷袭老子！这样下去只会是鱼死网破，这个烫手的山芋该解决了。快走！你为什么要逃？因为我欠你的粮食还没还完。全部放下武器，交出顾荒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天启组织第3实验组。顾荒是我们编号037的实验体，他的异能属于天启财产。实验体？3年前，我们在你体内植入了无限粮食异能的基因种子，现在到了收割的时候。异能者反抗实验人员，后果自负。在我身体里装了什么？一个保险装置。听话跟我们走，否则你的心脏会在30秒内停跳。
他的异能是消耗寿命，你们根本不打算让他活着。寿命，那是必要的损耗。还有10秒，放了他们，我跟你们走。哼，你没有谈条件的资格。快切断他的异能输出！想要我的命，那你们就全部陪葬！现在你没有保险了。你别废话，还能打就站起来。撤退！呼叫增援！你们抢来抢去，原来是在抢一个快死的人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告诉你了，你会信吗？所以你就让他们误会你。省点力气吧，你的寿命不多了。我不会就这么死。抓了一个天请的活口，审出来了，他们的总部在地下，有个异能研究基地，里面存着所有实验体的基因数据。出发。你现在的身体，死在外面比死在床上强。走。我也去。你的伤，你欠我一条命，别想来找。门禁需要指纹验证。走楼梯下去，电梯有监控。还能撑住吗？放心，死之前我会先找到解药。这么多人怎么打？慕容雪，喷头归你，冻住所有出口。现在一个也跑不了。天启的杂碎，给你们3秒钟滚出来！037号实验体找到了。有没有解药？解药不存在。什么意思？他们植入的基因种子是不可逆的，没有解药，只能抑制。抑制方法呢？唯一抑制方案：基因反向重组，需要一名异能者自愿献出全部异能原力，以同源异能为载体，重新编码宿主的基因序列。结果会怎样？献出异能的人会彻底失去异能，寿命折损2/3。需要什么类型的异能？冰系。你们以为进了这里还能出去？整个基地已经锁死，自毁系统启动，15分钟后这里会炸成废墟。牺牲2/3的寿命，换他活命。你别冲动。我不是冲动。我从小被家族训练成异能兵器，没有一天为自己活过。今天这个选择是我自己做的。慕容雪，住手！你欠我的，以后慢慢还。这下我真的变成普通人。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唯一能终结这个末世的人。自毁系统还有10分钟，必须找到出口。走那边。
去。柳青寒，抓住我的手！抓紧！松手吧，你抓着我没法爬上去。闭嘴！你又救了我一次。你欠的账还没还完呢。出来了。天启不会只有一个基地，他们的组织遍布整个末世。我派人查过，天启在全球有7个分部，核心领导层在北极的总部。他们的目的不是统治幸存者，而是用异能实验清除所有普通人，全员异能者的世界。他们自己的原话叫“人类进化”。我的家族一直知道天启的存在。很多年前，他们抓走了我父亲。你的父亲是异能者？他是第1代异能实验的牺牲品，死在了天启实验室。所以我身上的异能是用无数条人命换来的。你不能这么想。不，我要这么想，我才不会忘。我要摧毁天启，不是只毁掉一个基地，是彻底连根拔起。算我一个，烽火佣兵团听你调遣。慕容家的武器库和物资全部归你。我的情报网络覆盖9个幸存者基地，从现在起，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。从今天起，末世不再是他们说了算。天启在全球的7个分部，东方战区占了3个，最近的这一个在我们北面200公里。我们凭什么要打天启？他们的异能实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免费的，不是因为我好心，而是因为我活下来了。如果没有异能者自愿牺牲1/3的生命，我现在已经是一具干尸了。末世已经3年了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场灾难是谁制造出来的？这是他们的研究记录。末日爆发当天，天启在全球同时释放了丧尸病毒，用活人测试天启研发的异能疫苗。他们的计划是先用病毒杀死90%的人类，再靠异能武器统治剩下那10%。我儿子3年前变成了丧尸，他是第一批被咬的。我一直以为这是天灾。不是天灾，是有人为了制造末世，杀死了你儿子。我加入。先毁掉他们的防空，再炸开大门。东侧围墙的哨塔已经清理完毕，可以正面突入。收到。烽火佣兵团，跟我上！车卡住了！你们以为攻下一个分部就能赢？总部已经知道了，天启的主力部队正在赶来的路上，3个小时内这里会被夷为平地。那就让你们的部队来，省得我们去找。天启的增援部队500名异能者，携带重型异能武器，预计2小时后抵达。我们只有200人，2倍的劣势。我的冰系异能没了，但慕容家的武器库里有一样东西，100颗寒冰结晶，我父亲生前炼制的，每一颗都能冻结方圆10米的范围。一个人能操作吗？需要异能者激活，我不行。没事的，我行。你的冰系异能留在我体内，反向重组的时候已经融合了。你融合了我的冰系异能？我没有失去他。
你失去的，我替你一起用。2个小时内把这100颗冰晶埋进预定的伏击点。天启的500异能者，一个都不准活着回去。这一个是为了所有死在实验室里的人。目标进入伏击圈，预计5分钟到达第1出发点。所有人保持隐蔽，等我命令。有埋伏，所有异能者反击！烽火佣兵团，随我冲锋！阴我！撑住，还有20颗，我们就赢了。有活口要问吗？留那个指挥官。你们以为赢了？北极总部的异能者数量是这里的10倍。还有一件你们不知道的事，天启的创始人是个比所有异能者都恐怖的存在。那就让他来。我们也有一件你们不知道的事。什么？我能读取你的记忆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他把自己改造成了半丧尸半异能者的存在，控制着所有丧尸的行动。他一个人就是一座丧尸军团。退到峡谷南面的隘口，利用地形。柳青寒，用冰晶堵住隘口。只能挡住他们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都得死。北极总部的位置，你记下坐标了。粮食的种子，我的异能是产出粮食，而粮食的种子一旦进入死物体内，就会寄生存活，减缓它们的行动。你的异能还能这么用？现在，我们可以安心去北极总部了。他们要塞的防御比照片上密集10倍，丧尸守卫的数量最少2万，加上内部异能者，硬闯我们绝无胜算。我有办法把粮食种子撒遍整个营地，丧尸感染后行动至少减慢1半。你们趁机突入。那样需要耗费你多少寿命？我体内的寿命消耗在反向重组后已经完全治愈了，现在用多少异能就能活多少年。这一次，我不会死，相信我。火力准备。丧尸失控！火力组覆盖射击！不慌，躲开！冰系异能的继承人，不止你们有。不想死的跪下！这就是那个把自己改造成怪物的天启创始人。柳青寒，你父亲也是我的实验品之一，实验编号117，失败案例。他的基因在你体内传递了末世前夕的隐性异能。你以为枪能杀得了我？这力量已经超出了丧尸和异能者的界限。我
我是末世规则的制定者，你们只是规则里的棋子。这一次是真的疼。别浪费异能。不是浪费。你制造我是为了把我变成你的武器，可惜武器有了自己的意志。这是冰系异能与粮食异能融合。我的大米是粮食也是种子，种子进入死物就会寄生，你的身体有一半是丧尸的死物。不可能，实验设计里这两种基因根本不相容。那是因为你没爱过任何人。他只剩一人在打那个怪物。他不是一个人，他身上带着我的病。一个不够，两个够不够？三个人联手就想耗尽我。你计算过没有？我是控制全球丧尸的唯一枢纽。如果我死了，所有丧尸会失去控制，剩余的人类基地会被尸潮同时吞噬。他说的是真的。实验室的数据显示，所有丧尸都通过他的基因信号接收指令。杀了我，等于亲手毁灭所有幸存者。他一旦死亡，24小时之内，全球丧尸将进入无差别杀戮模式。距离我最近的一个大型幸存者基地有42万人，我心跳停止的那一刻，基地的围墙会被20万丧尸在3分钟内踏平。留着他，全球幸存者继续在他的丧尸禁区里苟延残喘。杀了他，大家一起死，这就是你给我们的选项。选项从来不在你们手里。如果我既杀了他，又接管丧尸的控制权，他的基因信号是异能者 DNA 的变种，而我的异能基因曾经被他改写。理论上，我可以反解译他的信号，成为新的丧尸控制枢纽。代价呢？顾荒。代价不重，只是再也产不出粮食了。用无限粮食的异能换控制所有丧尸的能力，这笔账不算赔。你会重度消耗寿命吗？说实话。只会少量消耗，反向重组后，细胞一定能正常代谢。你骗人的时候，左边的眉毛会动一下，你刚才没有。真的假的？老子从没注意过。消耗是正常衰老速度的20倍。接管它之后，我大约还能活2年，前提是粮食异能的代价不再重复执行。那就让机器判断，扫描它的基因，告诉我接管后的生存预估。够了，638天够做很多事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那就分3班倒，省着点用。别废话了，638天后的事，638天后再想。现在先把眼前这个怪物从世界地图上彻底擦掉。全力配合。感人至深，可你们赢不了时间。638天后，他还是会死。末世没有永远的救世主，只有延缓的死期。延缓的死期，也比你永恒的黑夜强。
丧尸正在脱离他的控制，能扛住吗？不扛也得扛。你们终究要和他一起死。丧尸停止攻击了。顾首领，您头发又白了一些。这个冬天操心太多。城西的尸群清理完了，用你写的指令程序带人把丧尸引到陷阱里，伤亡大降，3个月没在清扫中死一个人了。活下来的佣兵也该歇一歇。14个基地的最新粮食收成数据，东边3个基地已经实现自给自足，不再需要你供粮。终于可以退休了。退休是不可能的，西部4个基地爆发疫病，丧尸指令信号覆盖不到那里，需要你亲自跑一趟。这次我陪他去。你身体还没恢复，别逞强。我不是逞强，我没了异能，但脑子还在。他的寿命在倒数，不能一个人把所有事扛完。那就一起去，正好西部有几种药材，也许能缓解他的细胞衰老速度。那就一起上路。旧时代的粮仓该退休了。再走2天就到疫区。10年前，这里是最大的畜牧业基地。丧尸病毒爆发后，整片草场都荒废了。前方有烟，不是炊烟。土壤被污染过，天启的实验室应该就在附近。很多年前，我父亲就提过，西部有一个地下实验设施，专门测试生化武器。疫病的源头，从那里开始，植被全部枯死。地下十有8九有一座还在运作的实验室。那就先关实验室，再治疫病。想什么呢？快点跟上！在想你头发白了挺好看的。那我省了染发钱。这地方比尸潮还恶心。记录显示，这个实验室在末日爆发前4年就已经在研究改造丧尸病毒了。天启不是末日后才开始的，他们的实验从10年前就正式启动了。30年了，他还在这里。就是这个程序，关闭它。无法中斩，需要慕容雪父亲的基因密钥才能关闭。爸，30年后，是你亲手结束了自己开始的程序。他回家了，我们也回家。今天我来宣布最后一件事：全境最后一个丧尸据点，昨天被烽火佣兵团清理干净，地球上不再存在任何失控的丧尸了。这是用西部采回来的真药材炼制的，延长20年的寿命。我知道为了得到这些药材，你差点死在雪山上。柳清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欠的早就还完了？我不欠你，我想让你活着。重建还没完，没有尸潮要打，就该把力气花在种地上。从今天起，要种出能让所有人吃饱饭的粮食，不是靠异能，是靠手里的种子和脚下的土地。末世到此为止，新时代开始了。